回到了大奥，祈祷将军能够恢复健康。他的眼中满是怨恨。后来他得知吉人已经离开，阿万前往加光宫的住所，本想探望将军的病情，却被别人拦住了，因为天花易传染，他害怕阿万也会染病。在将军留下他之后，将军又另立了测试，这对他来说就如同受到了侮辱。将军感到无奈，最终加光向他道歉。他向阿万伸出了手，阿万却没有接过他的手。或许在他心里，他也深深怨恨着他。将军无奈地放下了手，心中充满了遗憾。他心仪的人总是触手可及，却又遥不可及。他的母亲就是这样，阿万也是。阿万离开之后，春日局在将军的耳边小声说：“阿万夫人背叛了您，您千万不要太动情。临走前的遗言，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如果他敢伤害阿万一根汗毛，我死后都不会放过他。至于阿万和吉人的事情，就让他去吧。”深夜里，将军突然喘不上气来，春日局惊慌地催医生想办法，却只得道：“现在只能看将军的命运了。”春日局坐在地上，无助极了，看着昏迷的加光宫，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了阿江和夫人。阿江和夫人是来接将军的吗？春日局跪倒在地，希望用自己的命换将军的安全。从此之后，他不管得了什么病，都不求医生，也不吃药，就认为是天意。阿江和夫人听后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一笑。紧接着，春日局就倒下了。第二天他醒来，日出时分他醒来，将军已经脱离了危险，坐在床上服药。看到春日局急急忙忙的样子，他微微一笑安慰他。春日局无力地坐在地上，他内心紧绷的弦终于放松了。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将军身体完全恢复了，城里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景象。春日夫人又焕发了活力，开始忙碌大奥的事务。首先是把怀孕的阿乐夫人尊称为生母，借此明显的区别对待，激起众人的嫉妒。为了早日迎来下一代的继承者而努力。而加光宫则忙于处理病中留下的政务，很少在大奥过夜。即便如此，大奥中心面孔络绎不绝。阿里佐代表的是武家的荣耀，没有阿夏那样外向活泼，但有着强大的家族作为支撑，无人敢于轻视他。两只猫斗争，总有一方要输。阿里佐得意的离去，娇笑连连。阿夏气得直磨牙，看来大奥又有新戏上演。后宫争宠的幼稚行径无所不有。这位妃子将坏椅子推给了旁边的孕妇，孕妇觉得椅子不够高，又加了个小凳，接着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踏上去。只听到哎呀一声，椅子断裂，紧接着红色裙摆下流淌出液体，侍女们顿时惊慌失措。阿玉感到好奇，伸手一探，竟然是个水囊。我们上回说到，阿里佐进入大奥，成为了将军的新宠，让阿夏吃足了醋。当然，将军并不关心这些宫廷琐事，他正在和阿万桥上散步，想着自己竟能在瘟疫中存活，不禁感慨能与阿万享受如此闲适。但阿万满心都是剿灭帮会的计划，又开始向将军提出忠告，引得加光一时冲动。如果任由帮会发展，必将来日势力庞大，那时免不了兵戎相见，谁又能负担得起这个后果？随后加光提醒阿万后宫不得干预政事，如果再有类似情况，他绝不会轻易宽恕。说罢，加光转身离开。不久，阿勒尔什的玩伴来大奥求见，此刻春日局正在商讨国政。得知此事后的阿万便擅自答应了他的请求，重逢的旧知己，感觉如同隔了1个世纪。那个少年成了裁缝，他这次带来几根腰带给阿乐，还偷偷藏了个护身符，希望阿乐和孩子都能安康。阿乐注视着眼前的这些东西，再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不受控制的滑落。今生的缘分或许止于此，只希望相互都能各自平安。但就在这时候，春日局突然闯进来，目睹了这让人误会的场景，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但还是因为他们并无大错，只是命令那少年今后不得再入此城。处理完这件事，春日局去质问阿芳，明明知道那人非亲非故，为何还让他和阿乐夫人见面？作为侧室，应当全部心思都放在将军身上，暗地里对将军不忠的行为，阿万突然争辩，仅仅见面就算背叛了吗？他低下了眼睛，无法理解，难道心里有所思念就成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在这大奥之中，女子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但即便是工具也有感情。春日局对这番话无言以对，但他心中已经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夜里，上皇院的吉人写好了一封信，等待合适的时机交给将军。就在这时，春日局带人冲进了寺院，他来这里不是来评判，而是为了将军。只要他在一天，阿万夫人的心就难以平静一天，将军的心情也会沉重一天。众人听后无话可说，只是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与阿万夫人无关，他们之间始终清清白白。说罢，他将手中的诉讼文件交给了春日局，愿他能给将军带来希望。春日局接过信件，刀刃即将落下时，他终止了悲剧的发生。春日局回身将信烧毁，丢到地上，对众人说：“离开这儿，不要再靠近将军。”话毕，他决定不再追究眼前这位。此时此刻，阿万和将军的隔阂加深，夜里各怀心事是常事。第二天，将军去剿灭帮派，在前往日光东赵宫的路上，向妻妾们告别后，他开始了旅程。春日局叮嘱护卫好好保护加光，目送将军远行。行至山道时，有人突然拿着信封冲出来，将军看着朝那人挥去的刀，二话不说便挡下攻击，但侍卫们毫不理会，直接将敌人刺穿。此刻宫里的阿万似有预感，手里的花掉落地上，紧接着
阿乐夫人倒地，她出现了流产迹象，御医检查后说是胎位不正，这样下去不仅孩子不保，夫人的性命也是岌岌可危，阿乐的生命也在危险中。不久，将军回到大奥，见到痛苦的阿乐，将军眼中满是不忍。他对春日局说：“无论如何要先救阿乐。”说完就离开了。春日局注意到将军领口的绷带，顿感震惊，但家光淡然表示没大碍，不必担心。春日局却不打算就此放过，他询问将军身边的侍卫，将军在祈福途中遇到了什么？侍卫脸上露出难色，便全部告知。不知不觉，七夕就要到了，大奥举办了盛大的祈愿活动，侍女们聚在一起小声说话。将军从日光东照宫回来后，衣衫上沾着血迹，似乎是途中遇到了可疑之人，此人想向将军提出诉讼。一听此言，阿万夫人突然心神恍惚，不由得想起了家中人，手一颤，写有心愿的纸条落地。夜里，满心疑虑的阿万追问将军，那个想告状的人是谁？将军沉默不语，只说一切已经过去。即便这样，阿万眼中的追问并未减弱。家光察觉到他的疑虑，感到心烦意乱，起身想要离开。阿万眼中闪过前所未有的怒意，家光公怒不可遏，把他赶出了房间。第二天，阿万没参加晨朝，而是独自在密室中为故人念经祈福，此后便闭门不出，专心祷告。与此同时，阿乐的身体渐渐恢复，竟能慢慢开始进食，好消息接连不断。不久，阿里佐夫人也宣布怀孕。阿夏看见人人怀孕，内心更是焦急。春日局似乎放弃了阿万，专心处理大奥的事务，准备迎接继承人的到来。他带着乳母去见阿乐，说孩子出生后就交给这位乳母，夫人你可以安心养身体。阿乐想亲自抚养孩子，却被春日局拒绝了。继承人由乳母和侍卫抚养是常规，家光公也是这么长大的，他的子嗣自然也要遵循这一传统。为了尽快怀孕，阿夏也参加了祈愿仪式。他拿着写着愿望的纸条，找了一把合适的椅子，正要挂上去，阿里佐挺着孕肚走了过来，两人又开始争吵起来。明显他也想许个愿。阿夏顽皮地把坏椅子搬过来，放在阿里佐面前。阿里佐没注意到椅子有问题，只是抱怨椅子不够高，于是又加了个凳子，迅速地踩上去，椅子发出吱嘎声，阿里佐摔倒在地上，周围人都吓坏了。看到夫人身下滑出液体，大家都吓得魂飞魄散。旁边看热闹的阿玉眼明手快，拿出一个水袋，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阿里佐夫人的孕肚是假的。春日局得知后，把两人叫来训了一顿。大奥的规矩是侧室之间不能有妒忌，阿里佐夫人真是够狠的，为了面子竟然装怀孕。还有阿夏夫人，如果阿里佐夫人真的怀孕了，你今天的行为是大罪。讲完，春日局让他们闭门反省，反正大奥女人多。就在这时，一直没露面的阿万来了，他为两人向春日局求情，然后温柔的对他们说了一番真心话。在大奥这样的地方，生活不易，在这狭小的世界里过日子，弱者争斗没意义，只会增加恩怨。阿夏和阿里佐听后深有感触，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春日局赶上了阿万，感谢他之前的做法，说完提醒他明天要参加朝会。但阿万已决心不再公开露面，不止这样，他也不再侍寝。现在的他只想为故人祈福。说完，阿万就离开了。家光公得知阿万的决定，并没有不悦，毕竟只是走形式的事情，并不是他所期望的。但春日局认为大奥的法规不能仅因一个人而打破。到了夜晚，他站在阿万的门外，一副打定主意不离开的样子，迫使阿万履行侍寝的义务。就在这个时候，阿玉走了出来，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代替阿万侍寝，自己不愿侍寝，却主动想要替代。将军的母亲表示反对。阿玉出身于风月场所，本能服侍身份高贵的将军，但阿玉依然坚持。他说进入大奥前的事都已忘记，包括那些能触及春日局内心的事。将军来到住所，看到跪坐在地的是阿玉，他不禁感到惊讶。将军大人虽然可以享有天下所有的女子，这确实是你的权利，但心里的想法如果也要随别人的喜好改变，那就过于勉强了。阿玉恳请将军为了未来考虑，不要再因为政权损害无辜之人。话音未落，将军突然打断了阿玉，说留下帮忙的事已经不做了。他从懂事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是因为自己的愿望而去做的。成为将军不是他的愿望，只有阿万是他自出生以来唯一动心的人，所以才会任性的将他留在身边。但阿万对他而言依然是太过耀眼的宝物，他知道得不到他的心，不如就放开对他的限制。心中的深刻孤独让他不知不觉对阿万产生了怜悯。他看着将军领口的系带，不禁流露出疑惑，神情显得忧郁。他说本想救那个人，但没能成功，自嘲他的无能，向阿玉说我的故事就告一段落吧。说完，他请阿玉讲讲自己的往事。阿玉坦白了自己在花柳街的日子。他15岁的时候因为遇见了，才得以摆脱苦难。阿玉回到阿万的房间，将军的肩膀受伤了，那是在帮助别人时受的，正想去找将军问个明白，却意外看到大家正往阿乐的房间赶。原来阿乐就要生产了，阿万急忙也跑去帮忙。古时候皇宫中的妃子生孩子有多困难，阿乐难产，已经没有力气了。看到阿万来了，他终于感到了安心。阿乐给志杰一个忠告，从怀中拿出一个护身符，交给他说是匠人送的，如果自己难产不治，请将这护身符随身葬入墓中。他已经不再想活了。阿万听着他绝望的声音，提醒他还有孩子，
为了那个给你护身符的人，一定不能放弃。听了这话，阿乐突然有了力量，他抓住绳索站起来，开始大声呼喊。在众人的助威下，他终于生下了德川家，终于生下了孩子。春日局泪流满面，感慨多年夙愿终于实现，并给小少主起了将军的乳名竹千代。他随即吩咐去叫乳母。阿万连忙为阿乐说话，说正是这个孩子才给了濒临绝境的母亲力量，所以还不如就让这个孩子在生母膝下长大。春日局正想驳回，但被家光阻止了。他理智又情感地跟春日局解释，提起了自己与星子分离的往事。可春日局始终觉得私情和国家继承人不能一概而论，但家光却对此不以为意。母の心は。春日局无法反驳，家光和阿万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随后，春日局失魂落魄回到住处，他觉得正在失去某样重要的东西，喘息着。而家光在另一边，最终向阿万打开了心扉。他向阿万坦白了集体的事物，并对救不了人深感自责。阿万也开始反思自己，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误解了将军的心意。幸好将军并不介意这些事情，他所追求的只是一个相依看日出日落的伴侣。阿万主动牵起了他的手，第一次深深感受到这份情感。其举办的游园会也在傍晚进行。然而在这典礼之时，春日局却心神不宁。宴会结束之后，郑夫人和阿万在廊下相遇。阿万提起了自己将来可能离开的事，她一直没有怀孕，选择和对方一起住去僻静之地。但就在那一刻，她突然感到恶心想呕。阿玉突然不知所措，转头望向春日局，闪烁着狠绝的色彩。春日局首先恭喜阿万怀孕的好消息，随即询问她打算如何处理。在得到阿万夫人想要留下，他拿出了一包药粉，暗示阿万可以选择不要这个孩子，理由是他和损人曾有私交，这个孩子是不是将军的都有待商榷。然而阿万却不愿意了。那毕竟是家光的血脉，也是上天赐予的生命，他决定要珍惜这个孩子。听阿万夫人如此说，春日局只好坦言自己最真实的担忧。以他现在的地位，如果他生下这个孩子，如果孩子偶然是个男孩，那对于家族权力的斗争，重臣的身份禁言，这个孩子他就绝对不能生下来。轮到阿万感到震惊，幸好阿玉机智，正好是阿玉直接抢倒他时家里送来的避孕药。这是将军的孩子。建议去问明将军的真实意图。春日局愤怒的紧咬牙关，却无计可施。横浩深知德川的统治不能因此而动摇，急忙去找德川将军。首先提到了阿万怀孕的事情，阿万肚中的孩子绝对不能生。作为京都6条家一脉，这个孩子以后必定成为公家，不可让孩子成为争权夺位的工具。春日局自行做了决定，东放水银避孕的事。按道理，阿万不应该会怀孕，现在却怀孕了，会不会有其他原因？将军的心思变得更加复杂，他又想起了那个已经逝去的男子。他来到阿万的住所，注视着他清澈的眼眸，听他提起肚子里的孩子，为自己之前的疑虑感到难言的羞愧。将军向春日局询问，怀的是他的孩子，为什么要说谎？春日局闻言忽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德川家的千秋万代，但是将军却铁了心想留下，平息了阿万的怒气。不久，阿直丰人的孩子降生了，同样是个小男孩。等待阿万夫人分娩的时刻，肯定会引发一场继承之争。春日局为了提前阻止这场惨剧，突然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这个孩子对乳娘来说太重要了，为了避免夺位的悲剧，他竟敢铤而走险，给予将军深爱的妃子堕胎药，下定了决心，哪怕死，只为了德川家的安稳。他刚步出门槛，多年的忧虑让他脚步踉跄。春日局感受到剧烈的胸痛，意识到生命即将终结。恍惚间，他看到了逝去的阿江和夫，夫人的眼里并无怨恨，透露出淡淡的悲伤。春日局自叹如同恶魔，当年从人家手里夺走了家光大人，现在又要害别人的孩子，但他并不悔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免除乱世之苦，这才下定了决心去做这些逆天行事。春日局来到廊下，见到阿夏和家光在逗弄婴儿，阿夏也注意到了他，十分欣喜地请他过来看孩子。他见春日局毫无动容，阿夏直接把孩子抱给春日夫人，怀中的孩子显得那么弱小，还对他露出微笑。春日局心中柔软之处被触动，他想起了年幼的家光，忽然意识到自己所做的罪行，他急忙把孩子还给阿夏夫人，在阿万吃下那含有堕胎药的食物前，把食盒掀翻了。他深深地跪倒在地，坦白了自己所犯的罪行，承认给夫人的食物中下了堕胎药，这全是他一人的妄为。作为将军的乳母，却违背了他的意愿，甚至还要害他的孩子，这是无可争辩的死罪。春日局恳求阿万立刻对他处罚，阿万的眼中却是怜悯，他明白春日局的苦衷，知道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尽为臣子的责任。但春日局却否认了他的理解，吐露出不为人知的秘密。对他而言，家光是这世上最宝贵的存在，因此他放下了身份的枷锁，在心底暗自怨恨阿万。可他却对受万千宠爱的阿万夫人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春日夫人说完，已是满头冷汗，她晕倒在地，失去了意识。作为家光的乳母，自从进入大内宫以来，病倒的春日夫人多年累积的病痛终于爆发，她的病情显露无遗，春日局变得日益消瘦。怀孕的阿万却不计前嫌，夜以继日地照顾她，将过去的恩怨抛诸脑后，夜里照料她，枕头下藏着那未曾服用的药粉，这让阿万夫人非常吃惊。她询问春日局原因，但都被糊弄过去了。最终是家光公亲自询问乳母，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前年家光公患上了天花，春日局见到了阿江和夫人，他向夫人坦白，从此以后不管得什么病，绝不求医，绝不用药，只求不要带走他的家光大人。这份深沉的母爱让平时冷静的家光公也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在众人面前首次表明，
对他来说，真正的母亲是春日菊。如果春日菊离开，他将变得彻底孤独。但春日菊却做出了否定的表示，他将家光托付给了阿万，这个他曾多年敌视的人，却是唯一能够托付的对象。夜里，春日夫人梦见了阿江与夫人，他知道对方是来接他的，因此他平静地伸出了手。第二天，春日菊将正室和侧室们都召到了房间，与他们坐下来正面交谈。他首先向孝子深深地表示了歉意，是他将孝子带入了大奥的世界，让他感受到了孤独与苦楚，才有了孝子坐镇正室之位，使得朝中大臣纷纷俯首称臣。孝子被这番话深深触动，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存在意义。没曾想到，即便是摆设的正室，也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从此，他决心尽心尽力地履行职责。孝子这样说后，春日菊向他鞠躬致谢，带着一份歉疚，也有信来。接下来，春日菊转而吩咐阿乐和阿夏两位夫人，要他们好好教养孩子，记住不要引发继位争端。在得到他们坚定的回应后，他又对阿里佐说，用他那如花朵般的声音去安慰将军大人的内心。然后他将目光转向阿万，他觉得自己欠阿万最多，若非他的介入，阿万夫人还是那位慈悲的院主。尽管他心中很是过意不去，春日菊依旧决定将大奥总管之位毫无保留地交给阿万。这既是侍奉君主的路，也是作为母亲和女人的路，两者分道扬镳，这确实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即便如此，阿万仍旧选择了承担，他将用他那广阔的爱心去保护大奥里的每一个人。最后，春日菊的目光落在阿玉身上，他正要开口，但就在这时，家光来到了现场，他宣布赦免了春日菊的次子正立，那个曾与他的弟弟国松一同造反的人。春日菊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忽然间力量倍增，神采飞扬。他坚定地说，他已经与那个叛逆者断绝了母子关系。家光公对此感到无奈，他劝他不必如此执着，但春日菊却坚决反驳，我若失去了坚持，还剩什么？接着他请家光公退到一旁，继续他未完成的交代，又开始继续讲述。他希望阿玉用那颗忠心去侍奉将军大人及阿万夫人。这位少女最特别的地方是她的忠诚和善于观察人心，还有那份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真是太像了年轻时的自己。到此为止，春日菊不再多说，命运的事还是少说为妙。春日菊深深向大奥的女性们鞠躬，将德川家光托付给他们，然后就没有再起身，而是轻轻侧头。将军像个孩子一样抱着曾经照顾他的乳母，第一次泣不成声。而其他的女性们在那一刻抛开对春日夫人所有复杂的情感，只留下纯粹的悲伤。稻叶正立赶回大奥已是3日后的事了，他跪在母亲灵前，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怀念。不久，大奥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一切仿佛春日夫人还在的时候一样，井井有条地继续着。孩子们安全出生并成长，继续在大奥的庭院里生活。郑夫人的笑容渐渐多了，和阿里佐夫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阿万夫人对大奥总管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他与家光公在廊下漫步，感叹春日菊传奇一生，这传奇一生的技术都源自于那份深深的母爱。然而责任到此为止，他也要放下母亲的角色。孩子当然是要生下来的，但他会向京都报告说孩子没了，然后让阿玉来抚养，这是避免孩子卷入继承之争的唯一方法。家光听后眼中充满了同情，阿万，你这不是会很寂寞吗？他第一次主动握住将军的手，一同欣赏夕阳的余晖。后来家光的第3个孩子诞生了，依旧是个健康的男宝宝，一切按照之前的约定进行。孩子认阿玉为母亲，阿万郑重地将自己唯一血脉交托给阿玉。基于信任，也是对他多年陪伴的感激，大奥的其他人也为了德川治下的稳定，齐心协力保守这个秘密。数年后，这个孩子成为了德川家的第5代将军，他的生母阿玉也像春日菊一样，成为了权势滔天的贵昌院。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至此，故事暂时画上了句号。作为女性群像剧的开篇，大奥第1章确实精彩，剧中宫斗的描写很少，更多的展现了人与情感的故事，用极为温柔的笔调讲述深宫往事。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不是可怕的洪水猛兽，也不是沉迷于宫用清雅从而迷失心智的魔鬼，她们只是一群与家人被迫分离的可怜人。他们在庞大的空间里纠结自己的存在意义，这是多么悲哀又可怜。但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奥永远不缺牺牲者，也永远不会缺乏可怜之人。这是大奥历史上最温柔的将军。后宫看似和谐，但他的每位妃子都几乎让他戴上了绿帽。此刻春日菊已经离世多年，在阿万夫人的管理下，大奥仍然安稳如旧。庆安4年4月，将军德川家光因劳累过度病倒在床，几个月来一直未见好转。朝中的臣子们非常焦虑，大奥的女性们也是忧心忡忡。阿万因公务繁忙，不能经常去探望，加之其他侧室也各有孩子，在将军病重的时刻，他也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根据德川家的传统规定，继承人毫无疑问是阿乐夫人的儿子家纲，而除了他，夏夫人的儿子长松和阿玉夫人抚养的德松都已成长为各具特色的少年。这一天，阿玉找到朝廷的老臣，希望他们将靠近江户的领土分给德松。他表面上的理由听起来很不错，说是为了让兄弟俩将来能互相照应，实际上他是在等着家纲一旦去世，就能让自己的养子抢占先机。他自认他的算计无人知晓，不料却被一名女官发现。女官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阿万夫人。当然，这时的阿乐和夏夫人也没闲着，他们的孩子年龄相近，私下里总是不免相互比较。阿夏的长松公子身强力壮，长松擅长骑射，而阿乐的家纲
则学识渊博，擅长诗书。阿玉是个识时务的性子，在得知下一任将军将是嘉纲，便有人说现在不是战国时期，与其比武术体力，一个有智谋和教养的领袖更合适统治天下。阿乐也希望德松能如嘉纲一样出色，为此还特地请了老师教导。这番话一出，阿夏立刻发现了阿乐言辞中的破绽。他的话是不是暗示德松的机会迟早会到来？听闻此言，阿玉依旧镇定自如，他坚称嘉纲当然是将军。正当此时，阿万也来到了现场，他把阿玉叫到一旁，询问他为何私下与臣子交流，这是违反大奥规定的，难道他不清楚吗？或者是为了德松的将来着想？阿玉此时感到困惑，毕竟德松也是阿万的孩子，他为什么对他的未来毫不关心？阿万平静地说，这3位公子都是将军的后裔，他对他们都是一视同仁，没有偏心。阿玉却不同意，他认为只有德松才是将军和阿万血脉的继承人。阿万感到无奈，正想说些什么，这时夏夫人突然推门进来，得知阿玉想带德松前往被将军处，他怕错过重要的事情，也闹着要一起去。他早就察觉到阿玉在暗地里跟臣子串通，意图篡夺下任将军的位置，这让他和长松的处境变得尴尬，因此他决定向将军请示这件事。阿玉听后忍不住开始反驳，阿万听着他们的争吵感到头疼不已，责备他们不要吵了，提醒他们记住春日局的遗言。春日局夫人曾经警告，切勿引发权力斗争，他们难道忘记了吗？何况目前最要紧的是将军的安全。听到这里，他们不再说话，都感到了内疚。这天，孝子夫人来探望病中的将军。自春日局去世后，他们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样冷淡，虽然交谈时仍难免有些尴尬。孝子这次来是想忏悔多年的隐瞒。将军露出不解的表情，宽永年间的大火还记得吗？孝子问道。那场火灾其实是他一手造成的。将军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没想到平时温和的妻子曾做过这样疯狂的事。孝子夫人回想着那场大火，轻弹着手中的折扇，她想起了那个曾赞美她美丽的男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位从京都来的游客，他是作为礼物送给将军的，代表好运的人。他失去了一切，折扇在火焰中被卷走，孝子的过去也随之化为灰烬。宽永年间的那场大火成了大奥深藏的秘密，也是所有女官的噩梦。那场事故发生在阿乐夫人怀孕后不久，她是大奥中唯一怀孕的女人，阿乐自然升至了高贵的地位，但相对的也引来了不少嫉妒的目光，让他坐立不安。接着听说母亲病重的消息，他更是焦虑万分。阿乐请求春日局允许他离开大奥探望母亲，但被拒绝了。此时他是世界上唯一怀着将军骨肉的人，如果外出发生意外，谁能承担责任？阿乐无奈之下，看着阿乐泪眼婆娑，阿万也感到了一丝怜悯。听完他的困境，阿万打算帮助阿乐外出探亲。幸好不久将是46000目的节日，届时许多商人会来到大奥，在江户城的庭院设置摊位，供女官们购物。直至次日子时，商人们才离开江户。从大奥到家只有1里路。阿乐承诺在子时前一定会回到大奥，所以他可以去看望母亲吗？阿万向来心软，悄无声息地帮助阿乐分散其他女官的注意，给他创造了外出的机会。说到这里，孝子夫人也感到了一丝惆怅。那也是在46000目的前3天，她希望能展翅飞出城外，对京都来的客人充满好奇。她希望能每天见到他。那言石镜说他3天后会再来，孝子很是高兴。那天他所在的中丸地区也会有很多热闹的摊子，届时他们可以一起去逛逛，真是巧合。孝子和石镜愉快地聊着，被春日局看见了。毕竟石镜是京都的高官，孝子出身名门，有些话不便明说，但将军的血统绝不能有任何瑕疵。春日局深思熟虑，决定在孝子的食物里下毒。3日后将迎来人们翘首以待的36000日。阿乐扮作卖货的女子，在阿万的掩护下悄悄离开大奥。商户们被阿万的美貌所吸引，纷纷前来赞美。就在这时，阿乐背着装糖的袋子，假扮商贩，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挑选，让阿乐心惊胆战。最后他索性豁出去，大声叫卖起来，开始售卖手中的商品。阿万夫人轻松地笑了。阿乐有做商贩的经验，处理这种局面还算得心应手。偏巧的是，这时阿里佐夫人也来到了这里，她对糖袋也很感兴趣。当她上前挑选，却被商贩的样子吓了一跳。情况怎么了？她还没来得及仔细想，就被侍女捂住嘴，从人群中拉走了。阿万终于将阿乐安全送到大奥出口，叮嘱他必须在子时前返回。阿乐答应了，顺利离开了大奥。他把货物放在一边，急匆匆地跑向家中。母亲已经去世了，是今天早上逝世的，她是在睡梦中去世的，没有任何痛苦。阿乐面对着永眠的母亲，趴在身上痛哭失声。与此同时，阿乐儿时的玩伴也来了。他本来是来看望阿乐母亲的，没想到碰上了阿乐。现在的情形让两人即便心中有万般话，也说不出口。此刻的大奥，孝子夫人也特意打扮得光彩照人，在等待石镜的到来。但期盼之中，石镜却迟迟未现身。孝子夫人长叹一声，心中充满失落。她出门寻找时，恰巧遇到了春日局。看到春日局闪烁其词的眼神，孝子立刻察觉到了些许端倪。他走上前询问石镜的去向，春日局并未作答，而是反问孝子夫人：作为正室之妻，频繁会见外来男子，等待的那位其实是否有失体统？说罢，春日局转身就走。孝子夫人隐约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她喊住了春日局，急切地询问是否禁止了石镜大人的出入。春日局坦白回应，那人办完公事已经离开，他要等的留恋于这大奥的只有将军一人。听此，孝子夫人气愤地说不出话来。
夜深了，他孤身一人在市集闲逛，看到将军正陪着阿万与民同乐，心头不禁泛起哀伤。自己梦寐以求的，别人轻易就能拥有，现在春日局甚至将他唯一寄情的人也从大奥驱逐了。这一切如此，他对这世上还有何留恋？四周的热闹仿佛远在天边。孝子夫人如梦初醒般回到房中，突然感到一阵胸闷和恶心。朝比奈夫人见状，连忙搀扶她。她了解孝子夫人的不适原因，是因为食物中的避孕药，正是春日局所为。她拿出解药让孝子夫人服下，孝子夫人接过解药，想起春日局对她所说的话，羞愧感油然而生。原来春日局一直以为他与石井有过不轨行为，孝子夫人羞愤难当。在这大奥，他还有留下的理由吗？心头一片茫然，孝子夫人泪眼朦胧，转身间不慎碰倒了烛台，火焰迅速吞噬纸张，屋子瞬间被火光包围。但孝子夫人异常冷静，如果这就是我的终点，也就释然了。与此同时，春日局注意到阿乐不见了，猜想他可能混进人群逃出了城，急忙命人追寻。阿万急匆匆来到，恳请春日局不追寻阿乐。阿乐只是回家探望病重的母亲，子夜前会准时返回。春日局不予理会，擅自离城是大罪，你的约定毫无根据。阿万说，即便现在追上阿乐，他依旧难逃被审问的命运。春日夫人，您真的愿意将未来继承人之母变成罪犯吗？听到未来世子的提及，春日局也无法再多说什么。这时阿乐已离开了家中，他的青梅竹马提着灯笼陪伴左右，两人追忆往昔。竹马说他一直没忘记过阿乐，如果可能，真想带他逃离，逃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阿乐感到心动，但他明白自己不能那么做。他身怀将军的骨肉，他又怎么能逃呢？往事已散，每个人都应向前看，不是吗？阿乐衷心希望竹马能找到幸福。说完，他匆匆赶回大奥。春日局焦急万分，不停派宫女查看情况。偏偏这时，郑夫人房间的火势愈演愈烈，连带几间房子都着了火。大奥里顿时乱成一团，人人都往安全地方逃。而那些在江户做生意的商人也纷纷向大奥出口涌去，只有阿乐逆火而行，这是通往大奥的必经之路，他别无选择，只能往前走。周围越来越空旷，阿乐孤身被困在火海中，他跌倒在地，无助的哭泣。火海中走来了一个女人，随着身影逐渐靠近，阿乐认出了是春日局。春日局反应迅速，帮阿乐躲过一道火柱，搀扶他一起向外走。两人终于逃到了安全地带，都喘着粗气。阿乐心中自责，向春日局坦白了自己的鲁莽。没想到春日局并没有斥责他，而是深深鞠了一躬，表示阿乐怀有德川家的血脉，自己所做的都是责无旁贷，并且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是他请求阿乐来到大奥的。如果阿乐只是个普通商贩，就不会离开家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幸福，是他夺走了阿乐可能的幸福。既然已经来到大奥，他还是希望阿乐有在这里存活的决心。说罢，春日局郑重向阿乐鞠躬，救命之恩先行，感激之言随后。阿乐接受了春日局的请求。这场火虽是大，幸好无人伤亡，但郑夫人依旧下落不明。这时，孝子正坐在高处，眺望着下方的火光，他看起来轻松自在，仿佛在欣赏美景。他手中的折扇花纹格外鲜艳，如同他曾经的生命一样绚烂。但这一切不过是幻影。孝子放下手中的扇子，若无其事地走下楼，向春日局询问是否有人伤亡。得知没有后，这才松了口气，转身离开。回忆接近尾声，孝子终于明白，春日局已经察觉这场火与他有关，却选择了沉默。对春日局而言，大奥的稳定和安宁才是最要紧的。阿万感慨，春日夫人虽严厉，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军着想。郑夫人也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的命运都与大奥紧密相连。我们不都在怀念春日夫人吗？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后悔和纠结，但现在更多的是释然。这种日子说好不好，也说不上坏。这时候，阿夏也加入了我们。他看到大家齐聚一堂，很是吃惊。他的到来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加光打趣地问：“大夏，そなたも何かわしに残業することはないか？”阿夏听后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大家看到这一幕都笑了。与此同时，德松在外面打猎，他希望能射下一只鸟献给生病的父亲。阿玉匆匆找到德松，为他想到将军而感到高兴。没错，德松是阿万夫人的孩子，他说的话将军肯定会听。阿玉笑着说完这些，但德松心情沉重，他问：“父亲大人会不会离开我们？”阿玉的笑容突然凝固了。德松不明白，为什么父亲都要死了，母亲还笑得出来呢？说完，德松跑开了。阿玉注视着德松的背影，对他们母子之间的隔阂感到忧虑。天色渐暗，晚霞映照在将军的宫殿上。阿万用温柔的语调和将军聊天，加光望着窗外盛开的樱花，回忆起唯一一次和母亲阿江握手的场面。他还记得那天的风很舒适，母亲的手心非常温暖。阿万安抚将军：“阿江夫人一直很爱您。”加光心存感激，他知道别人对他的爱似乎总是慢半拍才能察觉。孝子是这样，阿乐也是，母亲亦然。加光看着窗外缓缓飘落的樱花，说他想闻一闻樱花的香味。阿万答应了，走出门外摘花。就在这时，他也看到了院子口的德松，便招呼他过来。德松面露哀愁，他想为父亲捕捉一只鸟，但射击总是不准。阿万柔声说：“那就摘朵花吧。”话毕，两人开始挑选树上的花枝。加光目睹这温情场景，内心充满了幸福感。那位是他深爱的女性，在房边静静站立，是他们的孩子，看着他们的笑容，是最令人心满意足的。在樱花如雪的天空下，德川家光含笑离世。阿万看着闭上眼睛的将军，泪水沿着脸颊滑落。至此，
德川家第3代将军驾崩，接踵而至的是大奥和平历史的落幕。大奥从此充斥着勾心斗角和权力斗争，成了常态。我们即将进入第5代将军纲吉德松的时代，看看这位昏庸的将军在位期间发生了哪些事。这是吉原最著名的游廊，但现在住在里面的不是妩媚动人的美女，而是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男人。那些女人去了哪里呢？当然是去修理屋顶，挣钱养家。现在正处于德川家的继承期。一种叫做赤面天花的疾病，自3代将军以来肆虐至今。此病只传染男性，无药可治，导致男子人口大减，女人们承担起外出工作，男人则被宠在家中小心照料。长得帅的男子尤其难得，许多妇女不惜倾家荡产，只为求得一名妻。水野少年心地善良，无偿为妇女们提供妻子，这让他的父母很是不满。他们珍视家里的这份宝贵财产，没有让他成为奴隶减轻家计，也没有让他娶入豪门享受优裕生活。但水野长大了，应该找个好人家。不久前有位四舍守卫前来提亲，水野的外貌吸引了对方，对方想让女儿嫁给他。水野的回应听起来很中听，但他心里已经有了计划。他暗恋着药房老板的女儿阿信，遗憾的是两家看不对眼，水野也觉得自己不配他，所以总是拒绝阿信的情谊。在那一天，水野谈起他曾有过一夜情的女人们，他明白这些女人才和自己同床共枕，并非出于爱，而是为了要个孩子。阿信听后似乎想要证明点什么，他冲进水野深情的眼神中，心跳加速，但水野却开起了玩笑。他总是这样。阿信也生气了，难过的跑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水野陷入沉思。他做了一个决定，没错，他要去大奥闯荡，回来后带着成就娶阿信，这样一来可以减轻家里负担，还能用他寄回的钱，不是最好的两全其美吗？知道爱人要离开，阿信匆忙赶来道别，一不小心摔倒了，情绪激动，突然大哭起来。水野出现在他面前，把他扶起来。面对疑惑和责问，水野袒露真心，说要去赚个名声再来找他。但谁知道大奥里的生活啊？作为女将军的后宫，大奥住着3000位美男，男人多了，琐事也多了起来。水野因为帅气受到了嫉妒，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地方，只有高级官员才能见将军，低级的只能当高级的仆人。水野尽管只是干杂活，但他还是热情工作。没想到这种天真烂漫，在这些人眼里显得格外刺眼。于是那些男人故意安排水野给上级送饭，还故意让他撞到高官，在他回来的路上把他绊倒。当然，这还不算最过分。等到了深夜，他们来到水野的宿舍，假惺惺地邀请他一起捡肥皂。此刻的水野那叫一个难上加难。水野明白自己难以脱身，面对这些难以形容的人，他猛地一脚踢飞肥皂，敏捷地跳起来抽出短刀，吓得那些表里不一的家伙们纷纷后退。第二天，一个好心的同伴劝解水野，说在这个女人稀少的地方，这种无奈的事情是常有的，很多聪明人还把她当跳板，愿意主动奉献以取得晋升。水野表示不理解，感到震惊。在外面，男人都是稀罕物，在这却完全颠倒了。大奥这个非男人之地，男人的存在正好显得将军更威严，毕竟越稀有的就越受珍视，最珍贵的东西只有将军能享用。一阵打斗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剑道馆里的练习生。水野也开始模仿学习，恰好被大奥总管看见，总管看出他有武艺，就让他和剑法最好的鹤冈比试。身为武家出身的水野，自然不是宫里养的那些人能比的，于是水野展示了自己的本领，一招就制服了鹤冈。而鹤冈正是那位高官的心腹。大奥中人多，高官之所以看重他，是因为他的美貌和剑术，而现在这些都被水野夺走了，所以那份特别的宠爱也失去了。鹤冈羞愧难当，半夜找水野决斗，结果又是一败涂地。鹤冈最终死心，竟在水野的院子里当场切腹。可他没做好，到底痛苦地挣扎着。水野看不下去，帮他结束了这痛苦。一刀下去之后，水野终于深刻理解了大奥的黑暗面。人群之处必有江湖规则，江湖之中难免有牺牲，他只能遵循这里的规矩生存。于是他对高官撒谎，毫不脸红，坚称鹤冈的死与自己毫无关系。高官并不真的在意他的谎言，在他眼中，鹤冈已无价值，而水野成了更有价值的人。不久后，才7岁的将军去世了，将军之位传到了同宗。吉宗正处于盛年，大奥的男子们都如久旱逢甘雨，都急切希望能得到将军的宠爱。有人因此得势，连带着提拔亲信。然而这位将军是个彻头彻尾的事业人，一入大奥就对男宠不感兴趣，还解雇了那些奢侈浪费的女官。他微服私访，深入民间调查，看见了百姓的疾苦，女性成了劳动的支柱，男人们要么等死，要么在吉原游廓中消磨时光。化着浓妆的样子不但不美，反而显得滑稽而诡异。吉宗拦下一个满脸通红的小男孩，递给他一包药粉，这药的效果因人而异。吉宗的赠予不过是个美好的祝福。此时的大奥内部也不平静，总管为了讨好新将军，竭尽全力提拔水野为御中阁，打算将水野打点一番后献给将军。当然，仅凭外表是不够的，还要给水野进行紧急的文化课程，比如学习品香和精致的礼仪。幸好水野聪明，学得很快，总管对此感到满意。这时将军终于打算选妃。那一天，男人们都装扮得非常花哨，只有水野与众不同，保持了素净，一身黑衣，简洁有力。随着铃声一响，传说中的吉宗现身。这位女将军气宇轩昂，步入走廊，众多待选男宠跪成两排，每个人都低头向她致敬。但将军只是直视前方，不为所动，对这些妃子视若无睹。不料他走得太快，绊了一跤。这时响起了笑声，将军回头冷冷地问谁在笑。
众人战战兢兢，只有水野站出来承担责任。他低头认错，声称刚才笑的是自己。女将军用扇子轻抬水野的下巴，这个清秀的少年捕获了他的视线，他的心中不由自主地被触动了。你叫什么？在大奥，将军直呼人民是特殊恩宠，他的意图显而易见。不久，水野就将事情。此时，水野才明白自己已经陷入一个巨大的阴谋。总管推水野上位，原来是因为成为将军的第一个男人，将因破坏将军之身而被处罚。这一规则，吉宗并不知情。他原本为找到心仪之人而高兴，直到仆人告知了他大奥的严规，他开始感到不安。但作为君主，他的话语具有不可撤回的权威。夜晚，他们在房间中相见，吉宗心中充满愧疚，他不想伤害水野，却也改变不了大奥的规矩。变装的将军摘下了锋利的外壳，露出了更多的柔情。他告诉他自己的名字是阿信。水野恍惚，眼前仿佛映出了那个少女的身影。他最初的愿望似乎要落空了，于是水野请求将军只在这一夜里让他称呼他为阿信。将军看着他泪眼模糊的样子，心中的一丝悸动变成了难以名状的情感。于是他起身命令屋内的侍从，今夜的一切不得对外言传。紧接着是他们之间的亲密时刻。一夜过后，水野被秘密处决，将军给了他家里一大笔抚恤金，此事被深藏不露。几个月后，阿信来为水野扫墓，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本应死去的水野出现在他面前，他仍旧是那个桀骜不驯的样子，所有的血腥争斗都未在他身上留下丝毫痕迹，依旧是那样清澈纯净如初。阿信含泪拥抱着这份难得的欢喜，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多么美好的缘分。将军最终还是无法忍心让唯一动心过的人白白死去。女人对他的第一个男人总是格外在意吗？即便是位高权重的女将军，也决意为了这个少年破例。那把伤到自己手的刀终究没有落下，斩断的却只是水野的头发。将军没有取走他爱人的生命，只是让他放弃了原来的名字。从此，水野在世间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无牵无挂、与爱人携手共老的普通村民。在割舍了爱恋之后，将军彻底封锁了情感，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大奥中男宠众多，而外界男子却寥寥无几。这种状况持续下去，这个国家迟早会走向衰落。于是，将军选出50名最俊美的男子，让他们返回家乡，与普通女子结婚生育。此举不仅减少了大奥的花费，也让这些男子得到了合理的利用，实在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策略。对于那些相貌平平、年岁渐长的男子，将军同样给予了照顾。他提出愿意让他们留在大奥中安度晚年。安排妥当后，将军毅然离开。那些高官总管们的阴谋算计，最终一无所获，真可谓是罪有应得。从此，德川家出现了一位最明智的女将军。至于如何振兴这个国家，吉宗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君主。他放手让水野自由，因为爱是成全，因此他也能以同样的心去爱护自己的百姓。